多位国际顶级占星师，从西方的星象学家到东方的玄学大师，从吠陀占星的权威到塔罗预测的顶流，几乎在同一时间向全世界抛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2026年，特别是4月前后，某个大国领袖将面临生死危机，甚至可能离世。而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将彻底改写全球政治版图，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力大洗牌。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算命先生的老套路吗？每年年初都有人喊狼来了，然后到年底什么也没发生。但这一次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从500年前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到上世纪的保加利亚盲眼先知巴巴万加，再到当代最权威的世运占星学分析，所有的箭头竟然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更诡异的是，2026年的星象格局是人类有天文记录以来最为罕见的行星排列之一。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星象组合，距今已经超过320年。320年啊！那时候康熙皇帝还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欧洲人还在为西班牙王位打得头破血流。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占星师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他们的结论如此一致？让我们从头说起，一步步拆解这场宇宙级的预言风暴。第一块拼图：土星与海王星的世纪合相。2026年2月20日，宇宙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在占星学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天象事件之一的大事。土星与海王星，两颗掌管人类命运的重量级行星，在白羊座0度完成了精确合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颗行星从地球上看过去，走到了完全相同的位置，合为一体了。这个位置极其特殊，占星师们称白羊座0度为世界轴点，它是整个黄道带的第一个度数，是12星座的起始点，也被称为宇宙的重启键或者创世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时钟，每走完一圈，指针回到12点的那一刻，而这一刻恰好有两颗性质完全相反的行星同时站在了这个起点上。先说土星，土星在占星学中代表什么？权威、秩序、边界、纪律、法律和现实的骨架。它是那个告诉你规矩不能破，围墙不能倒，法律不能违的严厉父亲。土星统治社会制度、经济体系、宗教架构和政治等级，它是社会契约本身。再说海王星，海王星代表幻象、溶解、迷雾、梦境、理想主义和集体无意识。它是那个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边界不存在，现实可以被重新定义的浪漫诗人。海王星掌管宣传、意识形态的迷雾、身份认同的神话，以及那些用来模糊现实边界的一切手段。当这两颗性质完全对立的行星合为一体，会发生什么？一位占星师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想象一堵石墙被海啸正面击中，石墙不是瞬间碎裂，而是从根基开始被侵蚀，墙体上的裂缝越来越多，水渗进每一个缝隙，直到某一天，整面墙在一阵微风中轰然倒塌。而这面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结构、国际秩序和政治版图。另一位占星师补充道，土海合相不是一个平滑的过渡，而是一次尖锐的断裂。旧的确定性在溶解，新的范式在艰难地试图成型，但你抓不住任何东西，因为一切都在流动。这种合相每36年才发生一次。让我们来一场历史大回顾，看看每一次土海合相到底对人类世界做了什么。1989年，土海合相在摩羯座，摩羯座代表旧的体制和权力结构。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柏林围墙倒塌，东德人涌过边境的画面震惊了全世界。紧接着是东欧巨变的骨牌效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一个接一个的共产政权在几个月内相继崩溃。2年后，苏联正式解体，一个超级大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整个冷战格局，那个统治了全球政治40多年的两极对抗体系，在土海合相的那一年被彻底撕碎。而且在1989年的土海合相前后，不只是柏林围墙，你知道吗？同一年还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中国的政治走向在那一年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折。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和处决，
成为东欧剧变中唯一被暴力推翻的领导人。巴拿马的诺列加被美军入侵后逮捕，日本的昭和天皇去世，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你看，1989年不仅仅是一面墙倒了那么简单，而是全球范围内多个领袖和政权同时面临巨变。如果土海合相的规律成立的话，2026年的巨变也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国家或一个领袖身上，而是可能在全球多个点同时爆发。这正是占星师们说的全球格局大洗牌的真正含义，不是某一张牌换了位置，而是整副牌都要重新洗。再往前推36年，1953年，这一年同样发生了改变世界的大事，韩战停火协议签署，朝鲜半岛的分裂格局从此冻结，一直持续到今天，超过70年。而且你知道吗？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史达林去世。史达林统治苏联长达30年，他的死亡引发了克里姆林宫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赫鲁晓夫胜出，苏联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一个大国领袖的离世，直接导致了全球格局的重新洗牌，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再往前，1917年，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结束了统治俄国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沙皇和他的全家最终被处决。一个延续了300年的帝国政权，在土海合相的年份中彻底灭亡。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欧洲大陆上疯狂绞肉，美国在这一年正式参战，全球权力的天平开始从欧洲向美洲倾斜。1882年，美国颁布了排华法案，开始重新定义国家边界和身份认同。英国占领埃及以保护苏伊士运河。同一年，高迪开始建造圣家堂大教堂。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美国版图急剧扩张，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犹他、亚利桑那和内华达都是在这一时期被纳入美国的。你看到规律了吗？每一次土海合相都伴随着同一套剧本：权力的交接、领袖的更替、边界的重划、旧秩序的崩塌和新秩序的诞生。注意一个特别的模式，在多次土海合相周期中都出现了大国领袖离世或被推翻的情况。1953年史达林去世，1917年沙皇被推翻和处决。但这一次的合相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特殊，因为它发生在白羊座0度。上一次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合相是1703年，那一年欧洲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几乎所有欧洲强国都被卷入，战争持续了13年。打完之后，法国的霸权开始动摇，英国崛起为海上强权，整个欧洲的权力版图被彻底改写。同一时期，俄国的彼得大帝正在建造圣彼得堡，一座建在沼泽上的石头城市。石墙建在水上，这不正是土星与海王星的完美象征吗？1703年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一位英国占星师提到，上一次土海在白羊座合相时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日本的赤穗事件。47名武士在失去主攻后集体刺杀仇敌，事后全部切腹自尽。一群孤独的剑客将刀刃转向了自己。这位占星师说，这个故事的占星含义是，当严酷的现实土星遇上彻底的超脱海王星，在白羊座这个代表独行剑客的星座中，权威者的毁灭可能不来自外敌，而来自内部的崩塌。回到1703年的白羊座土海合相，让我多说几句。那个时代正处于启蒙运动的前夜，旧的宗教权威和封建等级正在被新的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所挑战。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才出版了16年，欧洲的知识精英们正在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本质上就是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碰撞。哈布斯堡王朝代表的中世纪帝国模式与波旁王朝代表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模式之间的对决，战争的结果是旧模式被淘汰，新模式成为欧洲的主流。3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也是类似的局面吗？旧的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正在被多极化的新格局所挑战，传统的人类决策模式正在被人工智慧所取代，民族国家的疆界正在被全球化和数位化所模糊，旧的能源体系正在被新能源革命所取代。在这场新旧交替的巨大漩涡中，领袖们的命运不过是历史巨浪中的一朵浪花。
300多年一遇的天象，这个新土海周期将持续到2061年。我们现在播下的种子将在未来36年中持续生长。而1846年更早之前的土海合相呢？1810年前后，拿破仑帝国达到了扩张的顶峰，但也开始走向衰亡。拿破仑曾经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但随着土海周期的推进，他的帝国开始从内部瓦解。1812年，他入侵俄国惨败，数十万大军葬身冰雪之中。到1815年，他在滑铁卢被彻底击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在那里孤独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6年。又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领袖，在土海周期的运作下走向了终结。每一次土海合相都像是宇宙按下了历史的重置键，而这一次的重置发生在300多年来首次回到的白羊座0度宇宙的创世点。上一次在这个位置的合相，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改变了整个欧洲。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沼泽上建起了新都城，日本的47武士用切腹完成了对救主的忠诚。石墙建在水上，剑客将刀转向自己，帝国在废墟上重生。这些意象都在暗示同一件事：旧的权威将以最戏剧化的方式终结，而新的秩序将从混乱中艰难地诞生。占星师们指出，这个始于2026年的新土海周期将持续运行36年，直到2061年。在上一个周期中，也就是1989年到2026年之间，全球化达到了历史高峰，互联网改变了人类交流的方式，中国崛起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并逐渐陷入帝国疲劳。那么接下来的36年，2026到2061，世界又将走向何方？我们现在播下的种子决定了未来36年的面貌，而这个关键的起始年份中发生的事件，就像婴儿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将定义整个生命的基调。好了，这是大背景，但为什么特别点名4月？让我再补充一个东方命理学的视角。2026年丙午年在中国传统命理中被称为天干地支重火之年，丙是天干中的阳火，午是地支中的火马，火上加火，整个年份的能量充满了爆发力和不稳定性。在中国历史上，丙午年往往伴随着重大的社会变动和政治震荡。有命理师指出，2026年上半年的日月食发生在处女宫和双鱼宫，3月3日处女宫月食，3月19日双鱼宫日食，下半年则是狮子宫和双鱼宫的日月食，需要特别注意心脑血管、眼睛和脊柱方面的健康问题，也容易因为这类疾病而做手术。这个健康警告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也许只是个人问题，但如果放在一位年迈的大国领袖身上，其影响就是全球性的。有趣的是，东方命理学和西方占星学虽然使用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象征语言，但对2026年的判断却惊人的一致，都指向了权力结构的震荡、领导层的危机和全球秩序的重组。这种来自不同文明传统的交叉验证，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第二块拼图，4月的火土合相和吠陀占星的致命预警。根据吠陀占星学的分析，2026年4月，火星和土星将在双鱼座完成合相。双鱼座对应卡拉普鲁夏的第12宫，主管损失、隔离、监禁、外国冲突和隐藏的敌人。火星是战神，代表冲突和流血；土星是死神，代表终结和业力清算。当战神与死神在损失之宫握手，占星师的评语是极度危险。印度权威世运占星机构在年度预测报告中明确指出，4月是全年地缘政治紧张的峰值期。报告直言，一位重要全球领导人的安全或稳定面临严重威胁。4月份，印巴、印中、以巴、俄乌、中日等多条冲突线可能同步升温。但报告也指出，2026年蕴含建设性暗流，包括农业复苏和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构性改革机会。在东方命理学中，2026年是丙午年，太阳为太岁星和刃星，五五自刑，强势能量充斥全年。放在国家领袖身上，就是独断专行和权力过度膨胀，而过度膨胀的权力往往就是崩塌的前兆。而且不要忘了，2025年下半年土星和海王星就已经在白羊座0度附近徘徊了好几个月，两颗行星彼此靠近到
只差1度，却始终没有完成精确合相。这段时间就像暴风雨前的压抑沉闷，空气中充满了电荷，但雷声迟迟不来。很多人在2025年下半年就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和迷茫，不知道世界要往哪里走，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选择。这不是你的错觉，而是土海合相的能量在酝酿期就已经开始渗透进我们的集体意识了。2026年1月26日，海王星正式第2次进入白羊座；2月13日，土星正式第2次进入白羊座；2月20日，两者精确合相。从此，这2颗行星不再回头，彻底告别了双鱼座时代。双鱼座代表什么？慈悲、共情、集体主义、牺牲和模糊的边界。过去这些年，我们生活在双鱼座能量的笼罩下，社会运动强调共情和包容，政治正确成为主流话语，但同时也伴随着真假难辨的后真相时代和无处不在的信息迷雾。而现在，我们正式进入白羊座时代。白羊座的能量完全不同，它是火象星座，代表行动、竞争、对抗、自我主张和开拓精神。海王星在白羊座的上一次逗留是1861到1875年，恰好覆盖了美国南北战争和奴隶解放运动。白羊座不是一个温柔的星座，它要求你拿出勇气来面对冲突。在这种星象背景下，4月的火土合相就像是在一堆干柴上丢了一根火柴。火星和土星的能量本身就够危险了，再加上土海合相余波未平，日月食的能量正在酝酿，整个4月就像坐在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口上。让我再展开说说为什么占星师们认为4月到8月是最危险的窗口期。你要知道，在占星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能量叠加，单独一个星象事件也许不足以引发巨大的变化，但当多个高能量的星象事件在短时间内密集发生时，它们的能量会相互叠加和放大，就像多股海浪同时涌来形成巨浪一样。而2026年4月到8月恰恰是这样一个能量叠加的高峰期。2月的土海合相余波仍在扩散，3月的处女座月全食刚刚完成一轮清洗，4月火星和土星在双鱼座合相点燃新的引线，紧接着6月底木星从巨蟹座跨入狮子座，带来新的能量冲击，然后8月2次日月食接连引爆，这就像一连串的地震，一次接一次，每一次都在已经脆弱的地壳上施加新的压力。在这种密集的能量轰炸下，任何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结构都可能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崩塌。而且还要考虑到冥王星的角色，冥王星自2024年起就已经进入了水瓶座，带来了深层的权力转化和社会革命的能量。冥王星在水瓶座的最大主题就是打破旧的权力垄断，推动权力从少数人手中向集体转移。这股力量与土海合相、日月食的能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星象之网，将2026年牢牢地锁定在历史转折的关键位置上。天王星也不能忽视。2025年，天王星进入了双子座，带来通讯、资讯和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天王星在双子座上一次逗留是1941到1949年，二战时期。天王星与冥王星在2026年形成了120度的和谐三分相，这个相位被认为会加速技术发展，特别是人工智慧、量子计算和通讯技术领域。有占星师预测，可能出现根本性改变人类社会的突破性发现。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2026年的星象全景：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重启了地球的操作系统，冥王星在水瓶座深层改写了权力的代码，天王星在双子座升级了资讯传播的硬体，而4月到8月的火土合相和日月食系列则是这个新系统第一次重大压力测试。在这个测试中，最脆弱的环节将首先断裂，而在全球政治的棋盘上，最脆弱的环节往往就是那些年迈的、过度扩张的或者失去民心的领导者。第3块拼图，西方占星界的狮子座日食预警。2026年有4次日月食，2月17日水瓶座日环食，3月3日处女座月全食，8月12日狮子座日全食，8月28日双鱼座月偏食。最关键的是8月的狮子座日全食。一位加拿大顶级占星师写道，在世运占星学中，日食往往意味着国王或领导人的死亡。太阳象征领袖，太阳主宰狮子座，
当太阳在自己的星座中被遮蔽，这对任何身处领导位置的人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信号。他预测夏末可能出现全球性领导层重大挑战或更替，时间逻辑很清楚，日食能量提前几个月酝酿，8月日食是引爆点，4月火土合相是引线，4月点火，8月炸开。而且水瓶座和狮子座的10象轴线专门对应政府、国王、总统和政党。狮子座日全食还与水瓶座冥王星形成精确对冲，冥王星代表深层权力转化和毁灭重生。让我再补充一些关于日食的古代传统。在古代中国，日食被称为天狗食日，每当日食发生，皇帝都要斋戒祈祷，因为太阳代表天子，太阳被遮蔽，意味着天子的权威受到了威胁。在古代巴比伦，每当日食来临，国王会暂时退位，找一个替身坐在王座上，等日食过后，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国王再回来。但历史记载中有一次，那个替身国王在日食期间竟然真的被暗杀了。你看，古人对日食的恐惧不是迷信，而是数千年观察经验的总结。在占星学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日食路径，日食的阴影在地球表面划出一条带状的路径，落在这条路径上的地区被认为受到的影响最大。2026年8月12日的狮子座日全食，其路径将横跨北极地区、格陵兰、冰岛和欧洲部分地区。如果你还记得88万家关于格陵兰和北极地区的一些模糊暗示，以及近年来大国对北极航道和资源的争夺，这条日食路径似乎在地理上也暗合了某些地缘政治的热点。更有意思的是，2月17日的水瓶座日环食与天王星形成了4分相，天王星代表突变、革命和出乎意料的事件。当日食与天王星产生强烈互动，那些让人措手不及的黑天鹅事件就特别容易在这个窗口期爆发。有占星师将其描述为一连串的惊叹号，一个接一个地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全球政治舞台上。说到这里，让我插入一段关于预言心理学的思考。为什么人类如此着迷于预言和预测？从远古时代的神谕到中世纪的先知，从诺查丹马斯到88万家，从占星术到算命，人类对未知未来的恐惧和好奇似乎是写在基因里的。心理学家荣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共识性，意思是宇宙中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有意义的巧合。它不是说星星控制了我们的命运，而是说当我们的内在心理状态与外在的宇宙节奏同步时，事件就会以一种看似神奇的方式展开。也许2026年的预言现象本身就是一种集体共识性的体现，全球数亿人同时感受到了一种不安和预感，这种集体情绪通过占星师、预言家和分析师的口中表达出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场预言风暴。而这种集体的不安感并非空穴来风，它根植于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现实。世界正在加速改变，旧的规则正在失效，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占星学和预言也许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它们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的焦虑和最迫切的渴望。而4月就像是这面镜子上的焦点，所有的光线都汇聚在这里，形成了最清晰也最灼热的影像。第4块拼图，500年前的预言。诺查丹马斯百诗集第1卷第26节，伟人将在白日被雷电击倒。多数解读者认为雷电是隐喻，指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伟人是国王、领袖或全球影响力人物。同卷还有巨大的蜂群将在夜间的伏击中崛起。在科技时代的语境下，蜂群被解读为无人机群的军事突袭。夜间伏击暗示现代监控的失效，看不见的敌人从暗处攻击。第2卷第26节写道，提契诺将被鲜血淹没。提契诺是瑞士的意大利语区，如果连永久中立的瑞士都无法幸免，这场动荡的规模何其巨大。第3卷第26节又说，他们将制作国王和王子的偶像、金色雕像、领袖纪念币、巨幅肖像。诺查丹马斯似乎在警告偶像终将倒塌。第7卷还提到海战，帆船和战船围绕着7艘船，一场致命的战争将被释放。波斯湾、南海、台湾海峡
这些海域都是大国海军对峙的前线。其实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之所以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写作手法，他刻意使用模糊的语言，混合多种语言的词汇，以及充满象征意义的意象，这让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套用在无数个历史事件上。他是一个天才的文字游戏大师，还是一个真正看到了未来的先知？500年来，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那些关于战争、领袖之死和秩序崩塌的描述，确实与2026年的星象环境和现实局势产生了惊人的共振。也许这就是预言的本质，它不需要精确到年月日10分秒，它只需要抓住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大主题：战争与和平、崛起与衰落、生与死、秩序与混乱。只要人类还在地球上生活，这些主题就永远不会过时。还有一位被称为当代诺查丹马斯的巴西预言家，他在近期也发出了关于2026年的严厉警告。他声称看到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在突发事件中倒下的景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连锁反应。他描述了一个陷入黑暗的世界和重新排列的国际秩序。当然，我们需要对这类说法保持理性的怀疑，但多个预言来源指向同一方向的现象本身就值得关注。第5块拼图，巴巴万加的末日预言。保加利亚盲眼女先知巴巴万加1911年出生，12岁失明后声称获得预见能力。据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秘密拜访他。他1996年去世，但预言至今被广泛传播。支持者宣称他预测了911事件、车诺比核灾和2022年全球旱涝。当然，这些命中大多是事后追溯的解读。关于2026年的核心预言包括全球军事冲突升级，战火从东方蔓延到西方，看看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德黑兰报复攻击波斯湾多国，旧权力中心崩塌，全球重心向亚洲转移，强大的俄罗斯领导人更加突出，人工智慧开始主导人类决策。2026年被科技界称为智能代理之年，甚至还有11月人类与外星文明第一次接触的预言。一个名为3号星际天体的不明物体确实预计在2026年前后经过太阳系附近。它预言中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是旧权力崩塌，大国领袖突然离世产生的权力真空将引发全球连锁反应。巴巴万加的预言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他的很多预言都是长期性的，跨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比如他预言人类世界将在5079年终结，他预言到2046年人类将能够大规模生产人造器官。在这个时间线上，2026年只是一个节点，但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点，就像一条河流，在大部分路段都平静地流淌，但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会形成湍流和瀑布。2026年就是这样一个湍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科技预测领域的专家们也在2026年看到了类似的断裂点。人工智慧领域2026年被普遍认为是智能代理之年，自主运作的人工智慧系统将从概念验证阶段进入大规模实际部署。这意味着机器将第一次在某些领域真正开始代替人类做出决策。而当人工智慧开始介入政治决策和军事指挥时，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将面临一次根本性的重新定义。所以你看，不仅仅是占星师和预言家、科技预测者、地缘政治分析师和历史周期研究者，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却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上产生了罕见的交叉共识。他们都看到了断裂、转型和不可逆转的变化。还有一个角度值得探讨，在占星学的传统中，有一个叫做入座星图的技法。每年当太阳进入白羊座的那一刻，占星师会为各个国家的首都绘制一张星盘，用来预测这个国家在接下来1年中的大事。而2026年的白羊座入座时刻恰好是土海合相刚刚完成之后不久，这意味着今年所有国家的入座星盘中都会带有强烈的土海合相印记。有一位古典占星学者专门用这个方法分析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3个大国的2026年度星盘。他发现这3个国家的星盘中都呈现出极其强烈的权力变动和结构性挑战的信号。
他还特别提到了女性领导力的集体崛起和公共卫生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将大幅提升。这些分析暗示，2026年的变革不仅限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领域，还会深入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层面。第6块拼图，现实版图分析。美国，水瓶座日环食，落在美国建国星盘月亮位置。美国正处于84年一次的天王星回归期，上一次覆盖2战。土海合相落在美国星盘天底附近，触动国土安全和民族认同根基。今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并拘押其领导人，是1989年入侵巴拿马以来首次，而1989年恰好是上次土海合相年份。俄罗斯每次土海合相都带来巨变。1917年沙皇被推翻，1953年史达林去世，1989年苏联解体序幕。那些在上个36年周期崛起的领导者，现在面临整个周期的清算时刻。1989年种下的因，2026年结出果。中东，土海合相精确落在巴勒斯坦建国星盘火星位置，战争能量被极度放大。2026年初，中东已从区域冲突升级为大国直接对抗。法国第5共和国星盘天顶在白羊座0度，土海合相精确命中，政治领导层面临冲击。法国涉入乌克兰局势又面临偷渡危机，内外交困。亚太方面，中文占星师分析指出，4月前后，外部环境像一台重启中的机器，各国摩擦和意识形态碰撞频发，春季容易出现突发事件。但到年中木星进入狮子座与白羊座土星形成稳定结构后，情况将好转。海王星上一次进入白羊座是1861年，那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全球占星师几乎达成罕见共识。一位占星师原话是：欢迎来到2020年代第2个最具星象活跃度的年份，世界将永远不再一样。让我做一个不太严谨但很有趣的统计，在过去200年的6次土海合相中，至少有4次伴随着大国领袖的离世、被推翻或重大政治危机。1917年沙皇被推翻，1953年史达林去世，1989年齐奥塞斯库被处决，1989年日本天皇去世，1989年中国经历了重大政治事件。这个频率高得令人不安。如果你是一个统计学家，你可能会说样本量太小，不具统计意义。但如果你是一个历史学家，你会注意到这些事件之间存在深刻的结构性关联，它们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旧秩序内部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后的必然爆发。而土海合相恰好标记出了这些临界点。现在说几句平衡观点。占星学不是物理学，不提供精确因果预测，它更像天气预报图，告诉你暴风雨概率很高，但不会精确到几点几分打到你家窗户。当土海合相的时候，不是气态巨行星在操控命运，而是宇宙节拍器标记出了人类文明周期性震荡的节点。36年前柏林围墙倒塌时，全世界震惊，但所有社会张力和经济矛盾早就在地下积蓄了几十年。土海合相不是原因，而是宇宙级的闹钟。冷静看2026年，多条战线同时燃烧，人工智慧指数级重塑社会，全球化经历冷战以来最严重断裂，多国领导人年事已高，大国领袖突然离场不是天方夜谭，而是随时可能的现实。占星师们把散落的拼图用星象语言拼在一起，指着4月天空说那里有巨大的红色警告。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类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不同来源的预测会指向同一个方向。想象你是一个站在河边的人，你看到上游乌云密布，你看到河水在涨，你看到堤坝上出现了裂缝，你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你不需要是气象学家就能判断，洪水很快就会来。占星师看到的是天象中的乌云，诺查丹马斯看到的是历史周期中的裂缝，巴巴万家看到的是人类命运之河中的暗流，地缘政治分析师看到的是国际秩序中不断积累的张力。他们站在不同的河岸上，用不同的工具观测，但他们看到的是同一场即将到来的洪水。2026年的洪水到底会有多大？没有人能提前知道。也许它只是河水漫过堤坝，浸湿了几块田地，也许它会冲毁整座城镇。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堤坝上的裂缝是真实的，上游的乌云是真实的，
河水的上涨是真实的，这些不是算命先生的空口白话，而是可以被观测和验证的事实。更深层的看，土海合相在白羊座0度的真正含义，是一整个时代的权力叙事正在瓦解。1989年苏联解体后的单极世界秩序，走过了恰好36年一个完整的土海周期。从冷战后胜利高歌到反恐泥潭，到金融危机，到民粹反扑，到多极混战，这个秩序的生命周期似乎走到了尽头。有占星师写道，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地缘政治边界的重大变化。还有占星师警告，区域乃至全球性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极大，新的铁幕正在形成，但这次不是意识形态分裂，而是利益集团的重组。而且别忘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在每一次被认为是准确的预言的背后，都有无数个没有应验的预言被人们选择性的遗忘了。这叫做幸存者偏差。我们只记得那些碰巧命中的预言，却忘了同一个预言家也做出了大量完全错误的预测。诺查丹马斯说2025年世界末日，结果我们还好好的活着。88万家的很多预言时间线也并不准确。占星师们每年都在预测大事件，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虚惊一场。所以为什么我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跟你聊这个话题？因为2026年不同，不是因为预言家们说了什么，而是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就已经在发出同样的警告信号。你不需要相信占星术就能看到，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政治极化，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超过4年，看不到尽头。中东战火在2026年初急剧升级，全球经济面临滞胀风险。人工智慧正在以无人能预测的速度改变一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占星学和预言不过是用另一种语言在描述同一个现实。世界正处在一个重大转折点上，而转折点往往伴随着震荡和牺牲。古语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放在国家和领袖身上同样适用。当全球的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有一个释放的时刻。历史上每一次这样的释放都伴随着领袖的更替和秩序的重组。2026年会是下一个释放点吗？那到底是哪个国家，哪个领袖？没有负责任的占星师会给确切名字。星象提供能量场和概率窗口，不是精确定位。综合所有线索，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俄罗斯、中东和欧洲关键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4月到8月间都处于风暴眼中。而离世也不一定是肉体死亡，也可能是政治死亡，被罢免、政变或因健康退出舞台。而且有一点常常被忽略，当占星师们说某个大国领袖可能离世时，他们并不一定是在做一个孤立的预测。在世运占星学的框架中，领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深度绑定的。太阳代表国王，月亮代表人民，土星代表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当日食遮蔽了太阳，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国王本人，而是整个以国王为核心的权力体系。所以当占星师说一位领袖可能离世，他们真正在说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个权力架构可能面临一次根本性的断裂和重组。想想看，当一位统治了国家数十年的强人领袖突然不在了，会发生什么？权力真空会立刻出现，各个派系会开始争夺继承权，国际社会会重新评估与这个国家的关系，盟友会犹豫，对手会蠢动，投资者会恐慌，市场会震荡。一个人的离去会像一颗石子丢进平静的湖面，涟漪会扩散到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3年史达林的去世，他的死亡不仅改变了苏联的政治走向，还间接导致了东欧的政治松动，中苏关系的裂变和冷战格局的微妙调整。一个人的心跳停止，却让半个地球的政治版图发生了移动。如果类似的事件在2026年重演，在当今这个比1953年更加互联互通、更加脆弱、更加复杂的世界中，其连锁反应的规模和速度将是1953年的10倍、100倍。全球化让我们所有人都坐在同一条船上，当船头的船长倒下时，整艘船都会剧烈摇晃。这也是为什么占星师们用全球格局大洗牌来描述2026年的前景。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历史规律和现实分析的合理推断。当宇宙的节拍器敲响了36年一次的钟声，
当300多年才回到一次的创世点被激活，当东西方的预言传统同时发出警报，我们至少应该抬起头来看看天空，然后低下头来审视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否依然坚实。最后分享一个历史巧合，高迪设计的圣家堂大教堂原定竣工时间恰好是2026年，始建于1882年土海合相时期，140多年后在白羊座0度土海合相年份完工，一座从混沌中诞生、历经漫长等待的伟大建筑。也许占星学想说的不只是毁灭，而是在最漫长的混沌中，伟大的事物终将建成，旧的倒塌，新的诞生。这是宇宙的节奏，也是人类文明的韵律。至于4月到底会发生什么，也许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答案。但不管你信不信，占星4月已经到来了，而历史从来不会提前通知任何人。